大家好，这里是坚果的频道。猫酱即将要发布 26.2 最新的版本，名字叫混沌立方。这里面包含了新的生态域、新的生物和新的地物，同时也包含新的选项。这次我将介绍 26.2 版本中主要的更新内容，到底有什么？让我们来开始吧。首先，这新的生态域叫硫磺洞窟，里面主要是由硫磺和朱砂构成的。这里面可以生成硫磺逆方怪和毒蜘蛛，里面可以生成大型的硫磺池。由于池底部存在着烈性硫磺，当生物接触到水面的时候，就会获得恶心的效果。当你在硫磺洞窟里的废弃矿坑里的储物箱矿中，你就会有几率找到这个新的唱片，具体的出现几率为 42.13%， 稀有度为少见。它演奏音乐是这样的。接下来就是硫磺逆方怪，主要生成在硫磺洞窟里。当你击杀它的时候，就会像史莱姆一样分裂成两个。另外，击杀中型史莱姆只掉经验，击杀小型史莱姆则不掉任何东西。当你使用铁桶右键点击硫磺逆方怪的时候，就会出现硫磺逆方怪桶。当你向硫磺逆方怪放入方块的时候，它就不会再移动了。当你用桶收集它的时候，它也会保持着原来的特性的。里面会显示所添加的方块，当玩家手里拿着方块的时候，它就会被玩家所吸引。另外，方块的掉落也会吸引硫磺逆方怪的，当它接触的时候就会立刻塞进去的。当你对它使用隐身效果的时候，它的外观就会消失了，其里面的方块依旧可见，它不会被氢体所炸死。你也可以对它使用剪刀来取下这个方块的。当你攻击的时候，它不会受到伤害，而是被击退，并且击退的速度是与你伤害的大小有关的。当你的伤害很大的时候，就会飞得很远很远的。另外，这个伤害是可以叠加的。当你连续击打它的时候，理论上是可以一瞬间消失了，并且内含方块的硫磺逆方怪是可以被酸绳所牵引的。如果内含方块是木质类方块的话，它就会变得非常具有弹性的，就像弹簧一样。具体的方块为这些。如果内含方块为羊毛的时候，它就会变得具有浮力的，可以飘在水面上。当内含方块为石头和矿物类方块的时候，它就会具有缓慢弹性的物理属性的。具体的方块为这些。当内含方块为铁块等金属类方块的时候，它就会缓慢的平移，就像重力球一样。具体的方块为这些。当内含方块为有机方块之后，它就会快速平移，就像打高尔夫球一样。具体的方块为这些。当内含方块为冰块的时候，它就会快速的滑行，就像打冰球一样。具体的方块为这些。当内含方块为蘑菇类方块的时候，它就会缓慢的滑行，就像冰壶一样。具体的方块为这些。当内含方块为泥土的时候，它的物理属性就很正常，就跟足球一样。具体的方块为这些。当内含方块为蜂蜜块的时候，它就会变得非常具有粘性的。当内含方块为灵魂沙的时候，它就会表现出非常高的阻力的。无论怎么打它，它的速度始终会很慢的。当内含方块为天际的时候，在你引爆它的时候，它的引爆时间是6秒，并且所产生的爆炸威力跟苦力怕一样，都是3级。当 TNT 被点燃的时候，你是没法用剪刀来把它给取下来的，你也没法使用栓绳将它牵引的。当你给它塞进 TNT 的时候，就会显示新的进度，不妙。当内含方块为岩浆块的时候，当你接触它的时候，你就会受到燃烧伤害的，每游戏客会受到1点的伤害。当玩家因为接触它而死掉的时候，就会显示出新的死亡讯息。玩家未能察觉不只有地面使用员而死掉了。接下来就是新增的方块，主要有朱砂、硫磺以及它们的变种，还有烈性硫磺和硫磺石锥。但这次我主要讲硫磺石锥和烈性硫磺。硫磺石锥与普通石锥一样，它掉落下来的时候都是能够打死玩家的。当你没按 Shift 键时候放置石锥的时候，就会显示出石柱的，当你按住 Shift 键都不会显示石柱的。然后就是烈性硫磺了，主要在硫磺洞窟里的硫磺池里底下找到的，可以有9个硫磺合成。如果烈性硫磺遇到水的时候，它就会产生白色的气泡。当玩家接触到这里的时候，就会持续的给予玩家3秒钟的恶心效果。当白色气泡到达水面的时候，它就会在半径3格内产生黄色的烟雾的。
并且当烈性硫磺下面是个岩浆块的时候，就会每隔15秒到60秒内产生电先泉的，会持续1到5秒的。如果烈性硫磺下面是个熔岩源的话，它就会持续的喷发电先泉的。另外，电先泉是可以将玩家向上推起的，并且不会受到任何的伤害的。接下来就是硫磺涌泉了，主要是由硫磺、朱砂、石头、花岗岩、岩浆块和烈性硫磺等方块构成的，会在硫磺洞窟生态域中上面的地表生成的。另外，硫磺涌泉可分为小型、中型、大型、超大型这4种体积大小，同时也新增了新的功能，叫好友清单。之前是基岩版读一读，现在加版终于来了。当你点它的时候，你的好友就会显示在这里的列表的，按 O 键可以开启。但目前来看，我这是还没有好友啊。另外，区域网络的布局配置也进行了一些更改了，目前只有关闭和区域网络这个选项。之前是加入了线上功能，但不知道为何就移除了，可能是未达到预期效果。如果你不想任何人加入的话，你可以用新增的指令 unpublish， 这个指令是阻止任何人能加入你的世界的。这个选项应当算是蛮有用的。还有就是调整了一些生物的大小，这里我主要介绍朱布林和朱石兽。现在它可以在和平难易度下生成了，只不过它是现在为被动型生物了。另外，朱布兽在和平难易度下它是会消失的。好的，这就是 26.2 版本中所有主要的更新内容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